重庆小面为什么出了川渝就没人吃了？10年前的重庆小面还是火得一塌糊涂，随便走到哪个城市的商业街，抬头就能看见重庆小面的招牌。2013年央视纪录片《黑小面》一播出，直接点燃千亿赛道，资本疯狂涌入，全国各地跟风开店。2015年前后，全国重庆小面门店数量飙到了38万家。38万家是什么概念？比当年的沙县小吃还猛，一个品类能开出38万家店，放在整个中国餐饮史上都算得上现象级。可如今呢，全国门店从38万家锐减到只剩2.3万家，存活率不到6%。换句话说，100家重庆小面里94家已经关门了。那么这碗从万人追捧到门可罗雀的重庆小面到底经历了什么？重庆小面的崛起本质上是一场跟风运动。2013年黑小面播出后，全国各地的创业者像打了鸡血一样冲进这个赛道。问题是开店的人多，懂面的人却几乎没有。数据显示，2015年到2020年间，新开的重庆小面店中，62%的老板连重庆都没去过，没去过重庆，没吃过正宗重庆小面，就敢挂上重庆小面的招牌开店，你觉得能正宗吗？为了压缩成本，很多店把传统的28味香料减到12味，用预制调料包替代手工炒制料头高汤，直接用味精加开水冲一下完事儿。老重庆人一尝就知道不对味儿，可外地顾客呢，吃了一次扭头就走了。更离谱的是价格，在重庆本地，一碗小面6到8块钱，加个煎蛋也就10块钱出头，可到了外地，价格直接翻2、3倍，一线城市卖到20多块钱一碗，有的商圈店客单价甚至冲到35块钱，都快赶上吃顿海底捞了。当然分量也是一大雷点，重庆一碗小面管饱4、5个小时，外地很多店一碗面就2、3筷子，吃完跟没吃一样。有商家还玩文字游戏，说3两面实际就给2两，大碗和小碗的区别就是碗大碗小，面却一样多。2024年关于小面分量不足的投诉量高达2.1万条，味道不正宗，价格贵，分量少，3连击下来，重庆小面的口碑直接废了。这波倒闭潮里，最典型的就是李良良重庆小面。2022年，重庆知名车模李良良开了一家重庆小面馆，开业时一堆大 V 博主来打卡，首店300平米，后来又在重庆开了2家分店，3家店光装修就花了200多万。结果呢，2025年1月，3家店全部关门，亏损超过300万，粉丝再多也架不住面不好吃。网红开店不是做餐饮，是做流量，流量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等打卡的那波人走了，剩下的才是真正的时刻。如果说网红店倒闭是活该，那些老老实实开店的夫妻店呢？今年6月，河南南阳一对夫妻开了家叫遇见小面的面馆，因为名字和连锁品牌遇见小面撞了，被对方告上法庭索赔。老板娘吓得在镜头前崩溃大哭，8块钱一碗的面得卖1000碗才赔得起那笔钱。更惨的是，东莞一家遇见小面，2024年4月开业，经营了不到2年，年营业额连10万都不到。2026年1月倒闭注销，店都关了，法院传票还是追过来了。这不是个例，江苏常州、广东东莞、山东广饶、重庆、成都，全国多地都有个体小面店被起诉。大品牌靠商标维权，小夫妻店连口饭都吃不上。这背后折射出的是整个重庆小面行业的畸形生态。品牌方忙着抢地盘、搞加盟、打官司，真正做面的那帮人反而活不下去。不过大品牌的日子同样不好过。2025年，遇见小面上市首日就破发，股价蒸发30%。有消费者吐槽，他们是预制菜卖高价，工业化生产虽然稳定，却把重庆小面那股烟火气全搞没了。有人说重庆小面是被竞争对手打败的，确实，兰州拉面、河南烩面、陕西油泼面都在抢市场。但我觉得重庆小面最大的敌人不是别的面，是自己。一碗20多块钱的素面，味道还不如路边摊，谁愿意当这个冤大头？有人说重庆小面是被外地人搞砸的，但我觉得更深层的原因是这个行业太急着赚快钱了，急着扩张，急着涨价，急着压缩成本，急着割韭菜，唯独忘了最重要的事儿，把面做好吃。如今重庆小面的招牌还在街头巷尾挂着，但店里早已没了排队的食客，这碗面还能不能重新站起来？可能吧，但前提是别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，老老实实把味道做好，把价格定实在，把分量给足。毕竟一碗面最值钱的从来不是什么网红光环，而是那一口让人吃完还想再来的味道。